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谁懂啊？李泽源才是诚意正宫级品牌吧。谁懂？这种正宫级品牌的既视感，真的不是粉丝随便喊喊而已，而是有迹可循的。先说李泽源和诚意这段合作关系，本质上就和传统代言模式不太一样。一般品牌找代言人，无非是拍几组物料、卡节点官宣，配合电商转化，整个流程高度标准化。但李泽源明显走的是另一条路，他更像是在长期共建一种关系，甚至主动融入粉丝文化，而不是站在粉圈之外做冷冰冰的商业投放。最典型的一点就是小老板的态度，他曾公开表示欢迎大家成为一家人。这句话看似轻松，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：品牌不仅认可代言人本身，也在主动接纳其粉丝群体。这种把品牌身份与粉丝身份进行某种重叠的做法，在当下内娱商业合作中并不常见。很多品牌更在意流量的转化效率，而李泽源却在强化一种情感链接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真的在行动上不断加码。比如每当诚意有新的商务合作官宣时，李泽源往往会同步助力宣传，甚至比粉丝还要积极。这在业内其实挺反常的，多数品牌在面对代言人其他合作时，会选择降低存在感，以避免资源被分流。但李泽源的策略恰恰相反，他通过共同抬热度的方式，进一步巩固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认同。久而久之，正宫既不争宠，还帮忙宠别人的形象就自然建立起来了。再看这次的新物料拍摄，诚意已经完成拍摄，但品牌迟迟未释出，大概率是在等待更合适的传播节点。李泽源以往就很擅长这种节奏控制，先埋伏笔，再集中释放，从而放大传播效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粉丝的期待被不断拉高，反而形成了更强的讨论度。而圆下场评论粉丝剪辑视频这一点，可以说是点睛之笔。品牌官方主动进入 UGC 内容区互动，本质上是在打破官方用户的边界。一方面，它让粉丝感受到被关注、被回应，从而增强参与感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在借助二创内容进行二次传播，实现更自然的扩散。当品牌说出给你们搞个真的这样带点玩笑性质的话时，其实已经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情绪预热，哪怕只是画饼，粉丝也会因为这种互动而更愿意持续关注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大家最期待的部分——直播间联动。到目前为止，诚意似乎还没有正式进入李泽源的直播间。如果未来真的实现，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传播场景。对品牌而言，这是一次将宠粉具体化的机会；对粉丝来说，则是从被动观看物料升级为实时互动体验。而对路人观众来说，这种带有轻松氛围与真实情绪的直播，也更容易产生好感。更有趣的是，如果小老板确实是资深粉丝，那么直播时的状态很可能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对谈，而会带着一点追星成功的微妙情绪，既想保持专业，又难掩兴奋。这种反差反而可能成为最具传播力的看点。当然，也需要理性看待，艺人是否参与直播，往往涉及档期协调、品牌预算以及平台资源等多方面因素，并非单凭意愿就能实现。因此，从现实路径来看，更可能是先释放广告物料，再通过短视频互动逐步升温，最后才有机会延伸到直播或特别企划。总体来说，李泽源之所以会被粉丝称为正宫级品牌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其长期策略的结果。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代言合作层面，
而是在持续经营一种情感关系，让品牌、艺人与粉丝之间形成某种稳定而有温度的连接。这种做法或许难以快速复制，但一旦建立成功，就会带来极高的粘性与认同感。接下来就看他是否会把这些期待真正落地。如果有一天，程毅真的出现在李子园直播间，那这段合作关系大概就不只是正宫，而是可以直接写进品牌营销案例里的高光时刻了。